台湾有超过525万人有便秘的困扰，尤其是女性，然后年长者又更多。也就是说呢，每10个人里面可能就有2、3位他是默默的在跟马桶奋斗。今天我要全面破解黄金之路的阻塞之谜。第一个，便秘多吃纤维真的有用吗？第二个，便秘吃益生菌真的有用吗？第三个，便秘到底是身体缺了什么营养素？先讲第一个答案，便秘多吃纤维是错的。请看一下这篇研究，这里提到呢，膳食纤维明显增加便秘患者的排便次数，对，你排便的次数会增加。但是他说，对于改善你大便的形状、你的治疗的成功率、泻药的使用率以及排便的疼痛程度无任何作用。便秘的定义呢是1周少于3次，但是呢，大便最好仍然是1天至少要1次，甚至呢每一餐之后去大便都 OK， 只要你不是拉肚子都是可以的。有的人呢1个礼拜才大便1次，有的人甚至是2、3个礼拜才排便1次。那么请问吃下去的东西到底去哪里了？吃下去的东西并不会凭空消失吧？所以就是都塞在肠道里面。当你便秘的时候，你的肠道里面已经塞了太多的大便，道路都不通了。而纤维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增加大便的体积，让它蓬松。那么你的肠道都已经交通阻塞到不行了，为什么这个时候你还要去把你大便的体积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呢？这样不是让你的道路阻塞得更严重吗？而且在上一集，请看一下这里这个链接，点一下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也讲过，纤维其实会让你很容易产气，所以你会腹胀得更厉害。如果你便秘，而且又肚子很胀，你这个时候继续吃纤维，你的肚子就胀得更大。那么很多人长期便秘，例行性的每天补充膳食纤维保健品，例如呢橘子纤维、玉米纤维这些东西，买一大罐，每天吃个几汤匙。可是呢，便秘没有改善，吃越多越长期便秘。我也跟各位讲过一个名词，叫做小肠细菌过度增生。虽然肠道里面正常就有很多的肠内菌，可是呢，这些肠内菌应该是长在大肠，而不是应该长在小肠。所以如果你小肠里面的肠内菌太多，这个是一个病态。纤维呢，却是细菌的食物。假使你有小肠细菌增生，你补充更多的纤维，更多的喂养这些长错地方的细菌，让它们增长得更厉害，所以你的腹胀就更严重。因此呢，便秘的时候并不是你多吃纤维可以改善的。平常你可以增加你蔬菜的量，这个叫做植物纤维，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现在讲的呢，是这些人工纤维，像橘子粉这一类的。那么除了来自蔬菜的植物纤维之外，还有一种是来自谷物的纤维，例如豆类、小麦、燕麦这些谷物纤维也可能会使你的便秘更严重。很多人以为早餐吃燕麦片可以让大便通畅，其实真正有便秘体质的人应该都知道，你早餐吃燕麦片，你还是继续便秘。健康人吃一吃可能会很通畅，但是已经是便秘体质的人了，单纯补充这些燕麦纤维无助于你的排便。再来是第二个迷思，便秘补充益生菌就一定有效吗？也不一定哦。如果你是刚刚我们讲的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的状况，这个时候呢，你是要想办法让小肠里的细菌赶快减量。你要先吃一些抑制细菌或者是杀菌的草本精油这一类的东西，例如你可以用奥利冈油，你可以用大蒜油，或者是你可以吃一些黄连、柳树皮油等等，而不是继续的补充菌，即便它叫益生菌。这些都会使你小肠里面的菌越来越多。假使你没有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的问题，纯粹是考虑你的大肠，那么是的，大肠里面有菌是 OK 的。你这个时候呢，为了要让你的大肠可以排便更顺畅，你有2种菌可以用，一个就是乳酸杆菌，一个就是比菲德氏菌。乳酸杆菌就是 A 菌，比菲德氏菌呢就是表飞明 B 菌，也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 AB 优酪乳。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考虑，因为这2款菌呢是肠道最喜欢的。那其他的益生菌呢，不见得每一种都可以让你的便秘改善哦。例如我曾经介绍过 AKK 菌，这个是一个瘦菌，请看这一集。它呢其实比较适合拉肚子或者是大便不成形、经常软便。AKK 菌可以帮助你收整大便的水分，让你的大便就是很长、颜色很漂亮、形状很漂亮，但它就不适合便秘的人。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用抗生素的话，你也一定要记得把益生菌补回去。
因为抗生素会杀死你所有的菌，所以呢，好的菌、坏的菌都杀光了，你这个时候要把好的菌补回来。另外是，如果你严重的肠胃炎过后都拉光了，这个时候你肠内菌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所以呢，肠胃炎之后很容易发荨麻疹，急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都会，所以你也要把你的菌丛重新平衡回来。第三个迷思要跟各位讲的是呢，便秘到底是你缺了什么营养素？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024年的一篇临床研究。这一篇研究它分析了从2025年到2010年整整5年的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我们叫做 NHANES 的资料。这呢，透过24小时的饮食记录，收集了1万多位的个案，然后呢，我们看到将近10%的人都有慢性便秘，去媒合他们的饮食之后，发现他们的维他命 B1 的摄取量呢显著的不足，证实了维生素 B1 的摄取高，便秘的盛行率会低，尤其是在男生，在没有高血压、在没有糖尿病这些健康的人身上更是如此。这种现象的潜在解释是呢，维生素 B1 它可以软化粪便，促进大肠蠕动。大便软了，大肠又动得好了，这样当然你排便就会顺利了。所以关于便秘的研究呢，其实近年来啊，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最相关的营养素是维他命 B1 thiamine。thiamine 呢，它对于乙烯胆碱的合成，它是一个重要的辅酶、辅助酵素。更详细的来说，维生素 B1 是胆碱乙烯转移酶的辅助酵素。这个酶呢，它负责催化乙烯辅酶 A 和胆碱。乙烯辅酶 A 和胆碱合在一起，就变成是乙烯胆碱。那么乙烯胆碱就可以刺激你的肠子的肌肉收缩，推动食物的残渣来通过消化道，它就起到促进你肠胃蠕动的作用，可以改善你的便秘。缺乏维生素 B1 的话，可能会影响你乙烯胆碱的生成，于是就使你的神经没有办法去刺激你的肠道收缩。除了乙烯胆碱之外呢，我跟各位讲讲肠道的神经系统。肠胃道全部都是自律神经在管的，不需要经过你的大脑去有意识的指挥，它自己会做事儿。自律神经呢，我们分成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那么迷走神经呢，是副交感神经，它往上连到你的大脑，往下呢控制你肠胃所有的休息、消化、蠕动。除了交感跟副交感之外，它还有一套，第3套，我们称之为是肠道神经系统 ，ENS，Enteric Nervous System。 肠道神经系统与交感神经系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并列，这个一般人很少知道。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说法呢，它可以独立运作。肠道神经系统就是胃肠壁复杂的神经网络，它通常呢被称为第2大脑或者是肠脑。它掌管消化过程当中从吞咽到排泄，并且和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交流。如果维他命 B1 不够的时候呢，那神经控制肠道平滑肌的功能也就控制得不好，肠子就不动了，也就便秘了。那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会造成便秘体质呢？第一个便秘的原因是过度摄取甜食和淀粉类食物，这可能造成维生素 B1 的缺乏，然后再因为缺乏而造成你长期慢性的便秘。为什么呢？因为糖类和淀粉类在体内转换成能量的时候，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你摄取越多的糖类、甜食和淀粉类，你消耗掉你身体里面的 B1 的存量，就导致 B1 缺乏。B1 缺乏之后，没办法形成乙烯胆碱，就导致你的肠道蠕动受限制。喝酒也会造成维他命 B1 缺乏。所以严重便秘的人呢，你可以尝试减掉你的甜食和你的淀粉类的食物，先从这里试起。再来第2个便秘的原因是你长期的压力，这也会造成你便秘体质。因为呢，压力就使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交感神经一亢奋起来，它就抑制你的副交感神经，也就是迷走神经的功能，所以消化、吸收还有肠道蠕动，通通都变差，那么你的便秘就会恶化。所以要减少压力状态。你会发现，你越轻松的时候，你的大便越自然，这是一件自然的事儿。那么第3个便秘的原因呢，是你肠道的菌丛失衡，这也会造成便秘。很多人就会吃益生菌、吃优酪乳来改善便秘嘛。但我们刚刚有提醒过了，如果你是小肠细菌增生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不适合再一直的补充菌进去。怎么判断你有没有小肠细菌过度增生呢？你就看你吃优格到底有没有效。如果你的肠道的菌丛
没有长在小肠的时候呢，你吃优格是会改善排便的。但如果你肚子很胀，满满的都是气，然后你吃了优格、优酪乳也都没有改善你便秘的状况，你就要很审慎的考虑，你的问题可能出在小肠。那第4个原因是呢，可能你吃东西的频率太高了，或者是你吃东西吃的太多了。因为每一个人的消化系统都需要休息，但是需要休息的时间不一样，每个人是因人而异。但是你吃的太频繁，就会让你的消化系统没有休息的时间。年长者更是因为他们的肠道已经比较弱了，这个时候呢，休息的时间要再更多一点，吃的量要再更少一点。那么我们就要尝试的断餐。断几餐呢？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我们要自己去倾听身体的声音，尽量去配合自己身体的需要。不一定每个人都要一天吃3餐哦，也许呢一天吃2餐刚刚好，也许呢你一天吃1餐你可以最正常的大便。要去找到自己的节奏和自己的频率。怎么样让你可以最正常的大便最舒服，那就是你最适合的参数。再来要跟各位讲讲如何改变长期和慢性的便秘，我们可以做哪些事。第一个呢，补充一点胆盐。请看一下这篇研究报道，当胆盐进入肠道，它可以促进脂肪乳化，帮助肠道蠕动，进而间接的有助于排便。如果你很少吃油脂的东西，你的胆汁就分泌的很少，这胆盐呢也就进来的很少，这就可能造成你便秘。如果你不想补充胆盐的话，你可以每天早上呢喝一点油，细细的橄榄油啊，或者酪梨油啊，或是中链脂肪酸，或是早安油之类的。那他们喝了油之后就觉得排便很顺畅，你可能会听过你朋友这样讲。但如果喝到拉肚子的时候，就表示这个量太多了，你就要减量。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到20cc， 要看状况。有的人怕胖，所以禁油禁得非常厉害，这反而会造成你便秘。而且我还看过有人用代餐来减肥啊，这个代餐里面是完全没有油的，就后来蛮多个他们都得了胆结石，因为他们吃的东西太素太清淡了，一点油都没有，因此呢胆汁是完全不需要出来，就一直囤在胆囊里面，然后越囤越浓缩，越来就变成胆结石。那胆结石如果引起严重的胆囊发炎，他们就去把胆割掉。再来呢，怎么样去改善便秘的状况呢？是要平衡好你的胃酸。我们上周这一集请看这里，我们有提到过说，假使胃酸不足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好好的消化你的蛋白质，因为我们有胃蛋白酶嘛，但你胃酸不够的时候，蛋白质消化不好。可是呢，如果你又吃了蛮多的蛋白质，这也很容易便秘，因为在肠道的前段没有好好的把蛋白质消化掉的话，会把蛋白质一直堵到肠道的后段去，然后就阻塞在你的大肠里面。所以你要调节一下，平衡你的胃酸。那你可以补充一点话梅，补充一点梅精，或者喝一点醋，用一点柠檬汁。上一周我有讲过，这个是法云大师他教我的。那记得也要加一些微量元素啊、镁啊、钾啊，这些也都是你胃酸的材料，这样你的胃酸能够更平衡。那么第3个改善便秘的方法是呢，考虑用一些帮助排便的保健品。前面讲到呢，不要一直去补充那些人工纤维。可是呢，你可以选择加了一些番泻叶或者是车前子这一些会通便软便的天然草本。很多人说我不想要用这些泻药，即便是天然草本的泻药我也不想用。我可以了解你们对于西药泻药的恐惧。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就请你吃大量的青菜，记得是青菜而不是水果，大量的青菜。因为青菜里面就是植物纤维，是最天然的纤维，比谷物纤维或者是人工纤维都还要好。你要把你身体里面这些粪便呢，想办法把它排干净。但番泻叶如果吃太久的话，你大肠镜检查起来会发现你的大肠看起来都是黑的或者是暗色的哦。不过这个是因为番泻叶的关系，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毒害。但是呢，在这里提醒各位，不管是天然的草本的清泻剂，或者是呢你真的吃西药的泻药，你如果有拉肚子的状况的话，都会耗掉你身体里面的钾离子，所以你要把钾离子补回来。最天然的补充方法，除了钾盐这种东西之外呢，就是从你天然的青菜里面去吃。因为呢，你如果吃沙拉的话，就会有很多的钾离子。如果呢，你吃青菜汤也会有钾离子，因为青菜穿烫了之后，这个钾离子会释放到汤汁里面，所以你可以喝一点青菜汤。喝水的话，一天至少要喝2000cc 啊。特别是呢，如果你有在用纤维的话，你的水需要喝得更多一点。咖啡跟茶都不算哦。早上起来喝1大杯的温开水，很多人都认为有效。第4个是呢，早上起来喝一点油。不管是紫苏油、亚麻仁油、橄榄油、酪梨油都可以，喝一点油可以帮助你的胆汁分泌得更好，然后胆盐分泌出来之后，可以帮助你的肠胃道蠕动得更好。
那么第5个改善便秘的方法是呢，记得微量元素也要补 ，B1 也要补。你都可能是因为缺乏这些东西，而使你的肠道、神经肌肉的功能不正常，而不好好的蠕动。这些把它补好之后，你的肠道蠕动也会改善。第6个是呢，用一些运动策略，让肠道跟着你动起来。我们从客户身上学到的是呢，踩登阶机或是踩滑步机，就是有这种踏步的，或是原地踏步这种踏的这种运动呢，最容易的去帮助你的肠子蠕动。有客人呢，因为开刀之后造成的粘连呢，便秘非常严重，借由这样子踏步之后呢，在1年半之后，他的粘连和便秘的状况是完全改善的。第7个是呢，记得早一点起床，因为我们在中医上认为呢，你的肠胃啊，经络运行是每天早上5点到7点，这就是你肠道的固定班表。所以啊，真的统计上来看的话，早起的人很少有便秘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抓准了肠道正常的生理时钟，5点到7点这个地方，如果是已经起床在活动了，几乎不可能便秘。但如果是赖床的人呢，每天早上5点到7点肠胃运行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忽视掉，渐渐它也就不通知你了。那么肠道既然是你第2个脑，就需要你珍视它、尊重它。便秘就像是谈感情一样啊，就是忽略太久了，才能发生感情纠纷啊。给肠道多一点关系，它就会用顺畅来回报你。每天的黄金时光不该是战场，而是你和身体最和谐的沟通时刻。我是王丽慧，下次再跟各位聊聊身体里面的小剧场。